今年全球最大规模国际海上军演环太军演2022在历时37天后，终于在8月4日完美落幕。指挥官博伊尔中将表示，此次联合军演很成功，相信能对试图挑战当前国际秩序的任何一方营造出威慑力量。那么此次的环太军演2022究竟有哪些亮点？台湾为什么又被拒之门外了？以及此次环太军演带来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期视频火力军就来和大伙聊一聊环太军演2022。如果说去年美军的大规模军演2021是为了实践美军全新作战系统分布式杀伤，那么此次的环太军演在火力军看来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海上军火市场，是美国用来展示自己力量和寻找买家的嘉年华。这次美军不再单打独斗，而是选择结合盟友们的力量来稳固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这场由美国主导2年一度的环太军演2022是在夏威夷群岛和加利福尼亚圣迭戈基地附近海域举行，动员了包括 AUKUS 4国对话机制、五眼联盟成员国等26个国家，派出了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9支国家陆战队以及170多架战机，参演的总兵力达到了 2.5 万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阵容最强、兵力最多的一次多国部队海上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整合了主要参演国最尖端的海上作战能力，不仅演练了美海军无人舰艇等最新的系统武器，还进行了假想的网络战和电子战的联合演练。在军演的实际操作中，各国的海军舰机在互相臭屁一番后，就会按之前预定的计划进行多种科目的军事演习。演练的科目包括反潜、反舰、反水雷、防空、两栖登陆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等。这次演习的主题是围绕着能力适应伙伴进行的，突出了强调加强未来可能协同作战部队之间的配合。就比如日本出云号航母便在演习期间进行了垂直起降 F-35B 的联合训练。虽然此次军演参演的国家看着很多，但其实一大半都只是亮个相，给美国捧场子，让面上过得去。核心还是要看美韩日澳这4个国家。在环太军演中，美国海军依旧是雷打不动的指挥部，加上此次演习是为了提高参演国所需要的联合作战能力、抗打击能力和灵活机动性，用以阻止和战胜大国在冲突各领域各阶段的军事行动。所以为了配合此次演习，美军特意派出了以林肯号为首的航母编队。该航母从1月份开始就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并进行密集的军演。而且美海军陆战队的首支 F-35B 五代机中队就部署在林肯号上，尽显了美海军的海空力量。除了这些，美军还在这次军演中展示了最新型的无人水面舰艇等装备，大幅提升了美海军情报获取、侦察、监视的能力。这也代表着环太军演从原先的操练逐步演变为了试验，就是通过军演来检验美军日臻成熟的无人潜航器、无人舰艇等技术，完善无人、有人相互配合的作战形态和算法，强化与盟友国共同展开联合的实际能力。另外，美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团也首次亮相环太平洋军演。之前的2个滨海战斗团已经部署在关岛和日本冲绳的驻守美军基地内，这样便能够让美海军即便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下，也能够迅速控制关键航道和岛屿，并使用或引导反舰导弹击沉敌方舰艇，协助海军进行作战。可见美国的海军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呀。而在本年度的环太军演中，火力军没想到除了美国外，表现最突出的居然是韩国。该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在当选之后，为了证明韩国在美韩同盟中能扮演更大更多的角色，不仅派协商团赴美进行访问，密集拜访了各界人士进行友好交流，而且在这次环太军演中，韩国还高调派出了包括马罗号两栖攻击舰、世宗大王号导弹驱逐舰以及文武大王号驱逐舰3艘韩国的王牌舰艇参演。除此之外，还有孙元一级柴电潜艇申10号、1架 P3 海上巡逻机、2架山猫直升机、9辆两栖装甲突击车，以及韩国海军陆战队1个登陆联队、4个特种作战群等1000多名官兵参演。
韩国参演的阵容之强、规模之大、种类之全、人数之多，火力军都不得不为其竖起大拇指。这是韩国海军自1990年以来参加的17次环太军演中参演规模和人数最大最多的一次。最先进的舰船几乎倾巢而出。之所以这么做，火力军猜测，这很可能是尹锡悦韩国新政府想要打造全球枢纽国家，需要美国在背后支持，因此才会这么积极响应此次的环太军演。而日本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此次军演也是重装出境，派出了他们的王牌出云号航母。而且出云号航母因为刚刚完成改装，具备了起降 F-35B 战斗机的能力，在去年10月份，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便首次成功在出云号上完成了 F-35B 起降试验，并在这次军演中大幅提升了双方的联合作战能力。假如日本能充分利用 F-35B 战机在岛屿作战方面的潜力，那出云号的防御范围则会从东海一直扩大到台湾空域的边缘。最后，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信赖的伙伴，自然是要大力捧场的。只不过，相较于2020年参演规模仅次于美国相比，今年的风头全被日韩抢走了。明明我才是五眼联盟成员，与美国关系最好，是美国的忠诚伙伴，为什么日韩表现得比我还积极？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依旧派出了自己的绝对主力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参加了军演。总的来说，美韩日澳4国，他们共计出动了20多艘舰艇，而其他国家平均仅派出1艘舰艇参演。这与其说参演，不如说是在观摩这4国的联合演练。但这次军演，美国也的的确确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依旧是海上的霸王，无论是影响力、号召力还是威慑力，都是无人能撼动的。那么此次环太军演又有哪些深层次的目的呢？火力军说一下自己的猜测，不对的地方还请辅正。我们都知道，虽然日韩两国在军事关系上存在联系，但是因为历史遗留等问题，他们的合作都维持在低温状态。而这次在美国的撮合下，日韩通过军演走到了一起，表明美国正在不遗余力地打造亚太小北约的三角关系。再加上在环太军演2022之前，日本出云号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号以及美国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已经进行了一次联合战术演练，而且这3国海军从2020年以来已经与印度海军进行了2场较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马拉巴尔系列演习。而通过本次环太军演2022，不仅强化了这4国的海上作战关系，同时也改变了4边机制相对松散的状态。美国之所以能如此广泛地释放善意，在战术上就是为了适应美军的分布式杀伤战术，让盟友国一同加入美国的海上打击体系。比如，当一些岛国国家变成美国的基地后，美国就能建立起大纵深的作战体系，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大国竞争和海上作战。至于台湾的情况，去年美国国会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提出邀请台湾参加本次的环太军演，但最终美国政府没有采纳国会意见。而像类似的事情也并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14年，国会就推出过类似的法案，只不过在现有的政治背景下，美国想要的无非是一个稳定的台海关系。如果台湾真的参加军演，那么参加本次军演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南太平洋岛国就很有可能会寻找借口退出军演，或是抱消极态度。这并不是美国想要的，因此在考虑诸多因素后，美军就放弃了邀请台湾参演的想法。而且台湾海军自身也有一定的问题，这次环太军演要1个月，台湾光是海上通信这一关就无法通过，怎么去参演呢？其次，台湾海军的远洋行动经验也不足，且海军军舰数量也少，参演的话风险很大。就比如秘鲁海军护卫军吉兹号在本次演习过程中就突发火灾，2名海军士兵被紧急空运至陆地上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可见演习是存在未知风险的。所以本次的环太军演就没有邀请台湾。
至于下次美方还会不会继续邀请台湾，本次指挥官博伊尔也做出了表示，我们欢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加入，但向谁发送邀请函是由美国政府内部最高层决定的政策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在座的人能做出的决定。当邀请获得许可，我们有机会欢迎台湾参与，因为我们欢迎所有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参与军演。所以台湾想被邀请，估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起码要先解决自身因素才可以。而火力军之所以说本次环太军演像大型军火市场，那是因为近几年伴随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和比较烂糊的外交形势，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掌控能力不断下降。因此，为了能够在未来的大国冲突中获胜，美国就开展军演，拉拢合作伙伴，向参演国展示自家海军强大的海上控制力，顺便实践与盟友的海上联防能力，依托各方的军事合作来达到增强与本地区国家的交往，比如拉拢东盟、南太平洋等国家，让其投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军通过环太军演不仅构筑了严密的亚太盟友体系，而且还将其视为战略围堵圈的有效平台。比如，美军可以专门设置实战化演练科目，让参演国提供解决方案和物资支持，一举三得，既能训练军队又不掏钱，还能增加美自家的围堵网络。火力军要是美国高层，估计都能笑醒。而邀请英法德等非太平洋盟国参演，很明显除了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底气外，就是将此次环太军演当做了装备技术的展销会，创造兜售军火的机会。因为根据美国劳工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的通胀率达到了 8.6%， 这意味着美国将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而美政府选举在即，拜登政府迫切需要利好消息赚钱筹码，因此这种能迅速扩大对外军火交易，赢得国内军工财团支持的途径，拜登政府怎么可能错过呢？此次军演，美军包括 F-35B 战斗机、无人舰艇在内的先进武器装备悉数登场，就是为了通过展示装备性能和沉浸式的参与感，来吸引参演国中的潜在用户，为尽快签署军备采购合同奠定基础。就比如充当美舰艇空中哨兵的 MQ-9B 无人机，这是 MQ-9 无人机的海上舰载版本。MQ-9 无人机在世界军火市场上非常有名，用来吸引客户是非常好的选择。它外号死神，又被称为收割者，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军用无人机之一，在军事上用途相当广泛。当年的苏莱曼尼之死就出自他之手。2020年1月，美军派遣 MQ-9 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向苏莱曼尼的专车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最终摧毁了这位中东军神。而 MQ-9B 作为舰载版，曾在美海军第3舰队举行的无人机集成作战问题21中，协助普雷斯顿号进行了远距超地平线瞄准。它综合使用了声纳浮标及其他资产，对目标进行识别，并将其位置传输给巡洋舰上的指挥官，可见其海上侦察能力对美舰的海上作战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是世界首款航母上起降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本次环太军演中， MQ-9B 是第一个可提供多域情报、监视、侦察的无人机。它可以搜索海洋表面和深度，以支持舰队行动，并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各种水面和空中单位，像林肯号航母、导弹驱逐舰、P-8反潜舰以及其他参加演习的美国和外国军事单位等等。可见 MQ-9B 无人机在环太军演在未来海上作战的重要性。而 MQ-9B 能实现战术信息共享，是因为美军发展了3军通用的 Link-16 数据链。Link-16 数据链已经装备美军各作战平台，并陆续装备北约和美国亚太地区主要盟国武装力量。这些盟国武装力量能否在战场上实现与美军之间的战术信息实时共享，需要进行检验和演练。而环太平洋军演就是为他们提供了最接近实战的检验环境。最后，联合演习旨在检验和提升协同打击能力，互通性是互操作性的基础和前提，实现了战术信息共享，即一个平台发现锁定目标，等同于战场战术网络内所有作战平台发现锁定目标，进而可选择居于最佳站位的平台对目标实施攻击，以达成最优作战效能。
环太平洋军演从1971年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全球局势经历了巨变，美国的军事战略也今非昔比。虽然此次军演美军想法是很好，但火力军觉得美军这种既想吸纳新势力又想推销自家武器的做法很难实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军确实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好了，关于美军的环太军演，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